前几天发生了一个悲剧，就是我不小心误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夹。那有人想说没差，反正它就在垃圾桶里面，你可以还原嘛。这人就是我，连垃圾桶都。然后我就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我就想说，今天我一定要来做一个 Mac 备份教学，来警惕世人不要像我一样那么白痴。不要像我一样等到误删资料，或者是你电脑坏掉才在后悔莫及。所以如果你有很重要的报告，像是你的期末报告啊、你的作业啊、你的工作的资料啊，我拜托你一定要用接下来的方法把它备份起来。那首先我们简单的先介绍一下时光机是什么，还有它的使用流程，非常简单。那时光机呢，基本上就是把你电脑上面所有的资料都备份到外接硬碟上面，然后你可以选择让它多久自动备份一次，例如说1周1次啊、1天1次，或者是每个小时1次。那这样子备份下来，你就会有每个时间点的资料，顾名思义就是时光机。例如说你1天备份1次的话，你就可以在时光机里面回溯到你每天的资料。那有人想说，你电脑里面东西那么多，它哪来那么多空间？这就要讲到时光机它非常聪明的地方哦，就是除了第一次的备份之外，接下来它都只会侦测变动的部分去做备份。那例如说今天意外发生，你要去找以前的资料，或是回复你的电脑，那你就可以进到时光机，它就会依照不同的备份时间显示电脑资料夹，然后你就可以去捞出你要的资料了。但如果你的 Mac 突然宕机死掉啊，或者是你要换电脑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时光机来回复备份。听起来是不是超级好用？但是我觉得唯一一个有点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接上你的外接硬碟。其实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直觉，所以我强烈建议买 Mac 的各位一定要设定起来。首先呢，就是要准备一个全空的外接硬碟啦。那我建议这个外接硬碟就是专门用来备份，不要用来存其他的档案或做任何事情。那这个外接硬碟容量大小就按照你的电脑的资料量或者电脑的储存空间来选择。例如说我的电脑是1TB 的话，那它可能至少要1TB 以上吧。那你有没有想说，这个外接硬碟要是满了怎么办？那时光机它就会复写最旧的版本，所以当然这个外接硬碟储存空间越大越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外接硬碟接上电脑。假设我们看到画面上的这个 Lexar， 我想要把它设定成我的时光机。那确定有连上之后呢，我们打开系统设定。系统设定呢，我们找到左边选单的一般这边有一个时光机。点进去呢，这边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话，你会看到加入备份磁碟，或者是如果你之前有设定过的话，这边会有一个加号。那我们就先点进去，然后这边呢就会有一个设定磁碟的画面。选择磁碟之后呢，我们按设定磁碟。那这边呢就是看你要不要加密这个磁碟哦。如果要加密的话，这边就可以来设定密码。那我现在先设定不加密。然后下一栏呢，这个是磁碟用量限制。就假设你今天这个磁碟还有要存其他的档案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来设定一个限制容量大小，就是不要让时光机超过这个容量。那如果你要限制的话呢，你就是可以选自定，然后来选择储存空间大小。那设定完成之后呢，我们按完成。然后我现在出现这个画面，是因为我这个硬碟它之前有存过其他的档案，所以我才会讲说，你今天就是找一个全空，而且专门用来当做时光机的外接硬碟会比较干净。那加入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在这上面。我现在已经换了一个硬碟哦。那大家看到呢，这个就是我平常有在用的备份。看到1月26，就是我发生悲剧的那一天，就是从那天开始呢，我就每天都有备份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要如何设定让它自动备份的频率哦，就是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选项。这边你就可以来选择它的备份频率，例如说手动啊，还是每天、每周、每个小时，你就可以进来这边选。或者是你今天常常需要外出的话呢，你可以指定说它要不要用这个电池来进行备份。好，那现在设定完成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平常如果我们想要回溯资料的话，要去哪里找？首先呢，我们先进到应用程式的画面，然后去找到其他里面就有一个时光机的选项。那进来之后呢，我们会看到非常多个资料夹，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出来的。但如果你要去捞以前的资料的话，你就去找到你想要的时间点。那你可以按这个来看一下你想要选择的时间点有没有出现在上面，或者是你也可以按右边的这个时间轴哦，就可以快速的去选择时间点这样子。例如说我想要进到前天的资料夹，确认一下这个时间点没有问题之后呢，我进到这个资料夹就可以进去捞我要的资料。例如说我想要找到我那个时候桌面上的资料的话呢，我就可以进来这边看，或者是我把我的档案存在哪边的话，我就去那边找。例如说我想要回复这个档案的话呢，我就先选择它，然后按下面的这个回复。那现在呢，就是从时光机把它拉到我现在的电脑里面，所以捞资料就是非常简单这样子。
那另外呢，你设定完毕之后，右上角也会出现一个时光机的符号，里面你也可以直接来这边选择立即备份。那注意一下呢，这个自动备份一定要是在连接你的外接硬碟的情况下，它才会自己开始备份哦。这就是蛮建议，如果你今天都是固定待在一个位置上啊，或者你在家里就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用电脑的话呢，你就是随时都插着你的外接硬碟，它就会帮你备份。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到就是说你的电脑宕机、死机啊，或者是你要换电脑的话，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时光机来回复你的电脑备份。那要怎么用呢？我们一样先进到应用程式的画面，然后在其他这边呢就有一个系统转移辅助程式，把它打开，然后这边按继续，然后这边呢你就可以选择时光机，然后接下来它也会让你选择你时光机要回复到哪一个时间点，你就可以进来选择。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时光机备份的教学，我拜托大家一定要设定起来。虽然说误删档案这种事情不常发生啦，但是我个人呢，经过这次的教训，我接下来都一定会一直继续使用这个时光机。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